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的半永久破碎感失灵了。从双平台 S 加大剧到内娱长剧错题本赴山海只用了3天，剧本粗糙，逻辑儿戏，制作廉价。这部拍摄于2025年的剧，几乎精准踩中当下国产长剧的雷区。而处于风暴中心的是大男主程毅，或许可以说莲花楼之后，他最新交出的这份武侠答卷不尽如人意。到底赴山海是意外，还是莲花楼才是意外？这对程毅来说很重要。赴山海本是被各方押宝的项目，这是程毅在莲花楼后的第一部大男主武侠剧，包括制片、导演和编剧在内的核心主创都与莲花楼有重合。定档前不久，赴山海在播出平台的预约人数突破了1000万大关。据其中一个播出平台的信息，开播前赴山海与60家品牌达成了合作。有网友统计，其前10集在双平台共有130个广告，这侧面证明了这部剧的吸金能力。从设定看，赴山海确实彰显了某种决心。它虽改编自温瑞安上世纪所著武侠小说《神州奇侠》，但做了大量现代化改编，加入线下流行的系统穿书设定，永夜星和书卷一梦都是成功案例。给男主新增被现实磨平棱角的咸鱼人设，也是符合当下社会情绪的流行设定，还加入了大量轻喜剧元素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部双平台 S 加武侠大剧，播出后迅速成了很多网友心中的内娱长剧错题本。无论内容还是制作，赴山海确实存在不小的问题。它自诩新概念武侠，但这种用现代流行元素包装传统武侠的野心，在实际操作层面却有些格格不入。比如男主会说吓死宝宝了，在男主一门和反派大战败退，只能暂时在堡垒避险后，男主母亲用大家纷纷挂彩形容，然后一大家子吃上了丰盛的晚宴，屋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。类似的轻喜剧元素不仅无法融入武侠世界观，还破坏了传统武侠应有的气质。制作上，赴山海呈现的质感也完全无法匹配号称 S 加的投资大量外景戏，拍出了抠图质感，服化到仿佛和隔壁仙侠同个工厂批发来的，对演员完全扬短避长。还有网友发现了剧集的穿帮镜头，第14集正片中，男主程毅在表演时手上拿着剧本，即便是后期人员错将走戏片段放进了正片，但这种镜头的出现也侧面印证了制作环节的敷衍与潦草。当然，这部剧更大的问题在于剧本粗糙。莲花楼塑造了不少有高光的角色，但赴山海中有0个能让人喜欢、记住的角色，甚至男主角都像走剧情的工具人。如第1集结尾，3个仅以几秒字幕介绍的角色突然登场，从观众视角看，这几乎是3个完全陌生的角色。随后，3个陌生人迅速和男主神州结义，上演组团闯江湖、插科打诨的戏码。这3人是原书男主的好友，但现主角是穿书者，从他的视角看，3人也算陌生人。虽他们外貌像男主大学室友，但性格是否也一样？主角如何在隐藏身份的同时与之来往？如何在试探与保留中建立信任并交付真心？编剧本可以借助男主视角，让观众也逐渐认识、共情他们，但那些需要呈现的关键过程几乎全部缺失。其中一位叫唐柔的角色，他的死亡对男主有较大影响。男主在明知剧情与结局的情况下，仍未能拯救好友，这本身包含了很强的宿命感与悲剧性。但赴山海实际呈现的效果是看不到男主如何与唐柔成为挚友，看不到男主为拯救唐柔做出的努力以及背后的无力感，
所以观众对唐柔也很难产生感情。这部剧还常常出现前后矛盾的细节问题，比如小反派柳随风所在的权力帮为得到天下英雄令的下落，血洗某镖局，但实际上女二号在柳随风的帮助下，毫不费力地直接从一窍不通门问出了其下落。所以权力帮派大量手下灭镖局，堪称舍近求远的废戏。很多网友评价《富山海》不像是2025年的 S 加长剧，质感更像短剧。或许可以说，它甚至缺乏短剧的情绪价值，空有短剧的制作心态与水平。在长剧式微的当下，各方面都显粗糙的《富山海》很快陷入大规模口碑争议。程毅正处于这场危机的漩涡中心，他的演技、台词、身材甚至外貌都遭遇了全方位的审判。如果和莲花楼对比，《富山海》口碑危机背后确实存在人设问题。李莲花是典型美强惨，不同于传统武侠中一步步成长最后登顶的男主，他经历的是少年天才到市井隐士的反向弧光。李莲花的成长更多在于精神层面，放下执念，接受命运。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。同时，李莲花重毒病弱的设定也处于程毅表演的舒适区，所以莲花楼时期他偏瘦的身形与虚弱的台词都有合理解释。但富山海中的萧秋水不同，由于剧集质量的差别，编剧对萧秋水的刻画本身就不如李莲花有魅力。富山海既没有拍出现代穿书人的咸鱼躺平气质，无法让现代观众共情，也没拍出传统武侠男主一路通关的爽感，更没拍出男主从咸鱼到大侠的成长。男主的成长基本停留在台词，比如被反派抓住后，他突然变强，理由是觉醒了肌肉记忆；看到母亲给他煮面，觉醒了亲情；看到萧家对抗反派，又觉醒了侠义情。全方位的草率。更重要的是，萧秋水不是李莲花。如果说李莲花是跌下神坛的天才，那么萧秋水就是即将登上神坛的天才。但在富山海中，程毅似乎仍处于李莲花状态，比如他的身形其实有些单薄，肩膀较窄，再穿上流水线服化道，呈现的角色状态缺乏少年侠气。再比如程毅的台词仍有些虚弱，很多时候甚至吐词不清。说台词时，他的嘴部张合程度很小，或者说没怎么张开嘴，导致整体画面有些不和谐、不自然。实际上，说台词不张嘴是很多偶像派演员的通病，大概因为嘴部动作太明显，会导致脸变形，影响美感。比如导演张黎就曾提到，杨幂过去说台词不爱张嘴，因为这样才能确保镜头拍到她时，永远都是最好看的。在 B 站剪辑区，程毅相关的高播放量混剪视频标签大多带着破碎感、战损、虐。一则播放量176万的现偶剧《南风知我意》剪辑视频，大多内容也是男主生病、流泪、摔倒，包括最初让程毅走红的琉璃，他饰演的雨丝凤也是破碎美强惨男主。破碎感是程毅的辨识度，让他塑造出李莲花这样的人气角色，但当这种气质成为半永久式演技，消耗的是演员可塑性。对粉丝来说，富山海大概又丰富了吐血战损的破碎感素材库，但对演员来说，尤其是想走男频路的程毅，这远远不够。程毅大概早就想转型。琉璃走红后，他主演的偶像剧不算多，2025年播出的《沉香如屑》是目前看来的最后一部，2025年播出的《南风知我意》拍摄于2025年。沉香如屑之后，他待播的项目多以男频大男主为主，除已播出的《莲花楼富山海》，还有武侠剧《英雄志》和古装权谋剧《狐妖小红娘》。王权篇虽是古偶，但根据官宣海报，程毅单独占据画面的一半，在古偶中比较少见，
加上王权富贵本就是原作人气角色，合理推测剧集也会以男主为核心。当然，男频路并不好走，这个赛道的竞争异常激烈，很多通过偶像剧走红的演员，或者说流量派演员，都试图在男频赛道再就业，但近年真正能立足男频的演员凤毛麟角。莲花楼后，程毅本有明显优势，他有原始流量积累，在新赛道也得到了高口碑代表作，尤其李莲花的成功，证明他其实可以驾驭具备复杂性的角色。而傅山海恰恰暴露了他的局限性，通吃男频的男主往往需要更强的外放力和气场，但程毅目前的表演仍未脱离偶像化、同质化，或者说他的演技水平还不足以达到千人千面。一旦制作不够用心，剧本不够扎实，人设缺乏魅力，程毅的表演就容易显得单薄，甚至格格不入。台词也逐渐成为他的明显短板，尤其在强对抗、高张力的男频作品中，声音的表现力尤为重要。待播作品中，狐妖小红娘其实仍在他的舒适区。王权富贵也是破碎美强惨，他的成长线很完整。一个被家族培养的兵器如何成为人？从剧照来看，王权富贵的造型和程毅过往角色大同小异，刘海、白发、长袍。《长安24计》是原创剧本，落地古装，权谋复仇题材。一个是舒适区大 IP， 一个是新尝试。在傅山海口碑失利之后，这两部作品的成功与否，对程毅至关重要。他们会提供某种答案。内娱很难每年都产出 8.5 分的莲花楼，程毅需要的也不是李莲花2号，而是一个真正立得住、走得远的新答案。